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朋友嫌弃我骑自行车接她给她丢脸，和我分手去给40多岁的总经理当小三。再见时，她坐在宝马上对我嘲讽道：瞧你那副穷酸样，还好我离开你离开得早。谁知他那总经理却满脸谄媚地向我陪笑：总裁，你让我给你送去保养的那辆保时捷我已经给您送到家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听到开门声，我不顾手里的锅铲就迎了上去。女友杨雪兰平时都5、6点下班，但最近加班天天要到8、9点。她疲惫地推开我的怀抱：我累死了，先去洗澡了。好，我煮了你爱吃的牛肉面，一会儿给你端到房间去。秦阳，我这个点吃夜宵，你是想胖死我，好找下一个女朋友吗？杨雪兰瞪着我，不耐烦地换了鞋就往房间走。我跟他从大3在一起到如今也2年了，兄弟说让我注意着点他，毕竟杨雪兰曾经是校花，如今在职场没有人帮衬，很有可能会被诱惑。现在想来不得不注意了。我去厨房洗干净手，随后打了个电话：喂，把分公司新项目交给杨雪兰那组，点名让她负责。如此，过2天我那个温柔爱撒娇的女朋友一定就回来了。我露出会心的微笑。之前大学刚毕业时候，我就让公司录取了女友，等她工作稳定，事业有成后，再告诉她我的身份也不迟，不然只会给胆小的她增加负担。每天杨雪兰去公司上班，我都要迟1个小时去公司处理事情，因为她在分公司，所以我不担心会碰到。晚上就提前回来给她做饭。这样的日子虽然忙，但是抱着她的时候，我会感觉为了将来的我们谋划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少盛了些面条，多加了2块牛肉去房间。只见杨雪兰一边擦头，一边快速在手机上敲打着什么。我凑过去把碗递给她：老婆，你吃点吧，没多少碳水。杨雪兰却跟猛然受惊了一样，大幅度转身，立马将手机关掉。她黑着脸：你走路没声音，是想吓死我吗？有没有可能我已经在公司吃过了，熬到这个点还不吃？我又不是傻子。秦阳，你天天能不能干点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围着我转。听到心爱的女人这么说，我心里有点涩涩的难受，囫囵吞枣2声就出去了。收拾厨房，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再次回房间，看见他侧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我不由得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，钻进被窝，从后面抱住他：老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？我怕他受了委屈也不肯跟我说，就知道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。没什么，睡觉吧。他能看出我的意图要做什么。我们都已经1个月没有做那件事了。老婆，我也是个男人。我蹭了蹭他，可下一秒就被推开了。我真的很累，睡觉吧。他关了灯，把手机放在床头上，就离我远了些，睡觉了。手机倒扣在桌上。他什么时候改习惯了？而且以前不说每个月，他每个星期都想要做那件事，每次都能把我榨干。过度劳累，不应该想要发泄欲望吗？我心里愈发不安。半夜，我试了下他手机密码，显示错误。这可是我的生日数字。他说过他不会改密码的，因为我放心，所以我从来不查他手机，就连他改密码，我也是偷摸跟做贼一样才发现。我心凉了半截。次日下午6点，我早早等在他公司门口。平时杨雪兰除了忙着上班，
就是跟闺蜜去逛街购物。难道她能有什么同事比我还有诱惑力，让她分了心？6点零几分，公司大门口就见杨雪兰跟一个中年男人打趣似的，一边走一边说笑着出来。那男人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凑到她耳边去说，杨雪兰则是害羞地娇嗔了几句什么。2个人肆无忌惮地往门口那辆宝马走去。我骑着自行车滑了过去。老婆，今天不加班吗？杨雪兰显然又吓了一跳，她尴尬地拨弄了几下头发。当然加班，今晚有应酬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怀疑我背叛你？秦阳，天天上班已经很累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无理取闹？李总，真的见笑了。杨雪兰装模作样赔礼，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。雪兰，我在公司很看好你的，希望你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私事。说罢，老男人冷着脸上了车。杨雪兰脸色不太好，她神情复杂地看着我。秦阳，我们分手吧，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们的感情早就变质了。通过自己奋斗努力实在太慢了，我永远没法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。如今我们轨迹不同，没法继续耗着了。今晚回去我就会搬走。说完，杨雪兰像是逃避什么一样，快速上了车。上司敲打了2句，他就马上要分手。我单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这是第一次。我派人调查他，而结果简直震碎了我的3观。今天傍晚碰到的这老男人是他们公司新来的总经理，有老婆有孩子。杨雪兰在当3，而更早之前，杨雪兰跟上一个经理也不清不楚。我头顶绿帽子不止一顶，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，气得我恨不得撕掉所有的调查资料，那些高清照片，甚至有酒店监控的截图。我抬头看到电视柜上摆着的那张我们俩的合照，露出了冷笑。屋子里黑暗一片，直到半夜，有人转动钥匙打开门。至于邀秦阳，就是分个手而已。杨雪兰很无所谓地放下东西，然后走到我旁边坐着，看见我面前的照片，拿起来看了看，她脸色也变了，愤怒地瞪着我。秦阳，你跟踪我，你有脸去当3，还怕别人调查你？我捏着他的脸，很是用力，可我已经很克制了。秦阳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我们经理什么都没发生，这些都是误会，你别冲动好不好？杨雪兰眸子里写满了害怕，她想安抚我的情绪，可听到她如此虚假的说辞，我心里最后那点仁慈都没了。我以为她看到这些会道歉，求我原谅，怎么也没想到她会狡辩。杨雪兰握住我的手，想让我松开，发现是徒劳后，又挣扎着想要抱我。那一刻，我立马松开了她。你嫌弃我？秦阳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？我都没嫌弃你。你没房没车，天天骑着个自行车到处晃悠，你有脸吗？大学同学哪个现在不都混得好好的？就你还在原地踏步，你怎么就不反思反思自己？我连连点头，咬紧了后槽牙。你要的名牌包我没买，手表衣服哪一个我没满足你？我是不是说了3年，等你工作也稳定下来，我们就能结婚，车子房子都分分钟有。杨雪兰笑着站起身来，随后冷着脸。我的青春有几个3年？她快速冲进房间去收东西，几分钟后拎着个行李箱走出来。你放心，你买的东西我一样没拿，都还给你。她走得干脆，门摔得很响，空荡荡的屋子里满是我们俩的回忆，结束得太突然了，一切都好像不太真实。我喊了兄弟一起去喝酒，他们却是早就料到一样的，劝我多喝点。谁能同时拥有年轻跟金钱？秦阳，你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女朋友那么好，
我们都佩服你。就是啊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活法。几个人是我大学室友，我们毕业后依旧还在联系。是啊，我现在所处的圈子不就是一群奋斗年轻人吗？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只是闷头喝酒。以后我不再只是秦阳，更是秦氏集团总裁。没想到跟杨雪兰会那么快见到，之前安排的项目由他跟总公司对接，所以早上我刚到公司楼下就看见了他。秦阳，都说了分手，你还追来干什么？非要跟个变态一样天天跟踪我吗？杨雪兰有些难以置信，随后她打量着我，到哪儿搞来的名牌西装？为了复合，你真是辛苦了。杨雪兰气笑了，连连摇头，她就差用下巴看着我了，眼底那鄙夷不屑味十足。我来买个咖啡，就是跟踪你。杨雪兰一脸不然了的表情，随后摇头，这样真没意思。她扭头拿着咖啡还有文件往公司大楼那边走。我拿起手机给助理打电话，之前让你给那女人安排的项目换人。助理很懵逼，但还是照做，毕竟给钱的是老板，老板说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坐在咖啡店门口的凳子上，笑着看着杨雪兰气急败坏的又从公司里走了出来。她看见我笑她，瞪着我就往我这边走。秦阳，我发现跟你在一起真倒霉，如今分开撞见你都没好事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出现在我面前了？算你行性好吧。他勾起讥讽的嘴角，从包里掏出崭新的车钥匙就走了。怎么，故意来炫耀一下？以他的工资不可能买得起车子，只可能是包养他的老男人送的。杨雪兰，背叛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分公司总裁被我调走，我打算让助理去干几天，而我则充当他助理的身份。我们刚到分公司，助理就摸着额头虚汗，干笑着：“老板，您这……我哪敢当您的老板？扣钱，扣年终奖，扣！小秦还不给我开车门！”助理秒变脸，虽然他还是有点心虚，但总算敢使唤我了。新总裁上任，自然我们从进大门口就有人关注了。老男人带着一队人马来迎接。秦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李伟杰，喊我老李就行。想不到秦总这么年轻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跟在助理后边一起进去。哇，这男人好帅，但是看着怎么那么眼熟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雪兰姐那个前男友吗？这才多久，居然成了我们新总裁助理了，又帅又有前途。分手真可惜啊！你不知道雪兰姐跟李经理的事吗？别说了，小心被开。就是，别说了。我侧头看了眼，恰好看见走过来的杨雪兰。她看见我，脸色别提多难看了。要不是有新上司在，她估计当场就要对我发飙了吧。能熬到下班也是难为她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刚出办公室就被杨雪兰拉去了厕所。你把我电话拉黑了，秦阳，你还真有本事，怎么勾搭上秦总的？不会出卖男色吧？我早发现你们俩之间有点不一样，没想到你还真能屈能伸，为了钱是不寒碜。你是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他这是把我当男童了。我笑了笑，谁都跟你一样卖自己上位。杨雪兰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，以前谈恋爱她没少这样扇我，疼倒是不疼，但很伤自尊。可她喜欢玩点变态的，我也就忍了。如今她有什么资格？我捏住她手腕，把她壁咚在墙上，而我稍微低下去一点头，她就急忙撇开脸。被多少男人弄过？你觉得我会亲你？或许是我的语气太戏谑，她脸颊飞快地红了。秦阳，放开我！要是让别人看见，我们俩都要完蛋。
秦总不过就是个挂名的，公司都是李伟杰在做主。哦，就是你那个奸夫老男人，他能满足你吗？我暗示得很明显。杨雪兰窘迫地想挣脱我的束缚，她恼羞成怒道：等我有钱了，要什么样的对象没有？秦阳，帅男人但是穷，可不能当饭吃。我一松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逃走。我沉默了会儿，去洗了把手，才离开卫生间。去车库拿车的时候，刚好看见杨雪兰在跟那李伟杰调情，两个人在车子里亲得难舍难分，甚至李伟杰的手都已经伸了进去。一想到这女人不让我碰，天天上赶着被这种恶心猪头拱，我就恶心得想干呕，猛拍了几下喇叭，吓得这对男女赶紧分开。你他妈脑子有病吧？怎么开车的？哟，秦总助理呀，今天都没注意你，看着自己女人被别人碰，心里不好受吧？小伙子，没有钱你就什么也不是。李伟杰说完，油腻地笑了起来。隔着这么远，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，还开秦总车，准备去哪儿泡妞？你喊声哥，我可以带你。李伟杰像是施舍一样，慷慨地招了招手。怎么，李经理，这女人还不够好看，你还要找别的呀？也是，家里的不如外边的，外边的不如偷的。我对这样的贱女人可不感兴趣。我说完就猛踩油门，离开了车库。当然了，他们过一天好日子，我就膈应一天，所以就让助理调了今天在车库的监控。好巧不巧，他们正对面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，包括他们在电梯里互摸的样子，也都拍得一清二楚。这贱女人还真是饥渴呢，什么都吃得下。打包完了视频，全部发给李伟杰他老婆。不出意外，今晚是个不眠之夜。次日到公司，并没有看见李伟杰，只有杨雪兰在工位上。听隔壁部门说，李经理他老婆抓奸抓到床上了，要打离婚官司呢。真的假的？那岂不是杨？我的天，这消息也太劲爆了！我去休息厅泡咖啡，恰好听到几人在谈论这事。见到我，他们纷纷岔开话题，结伴走了。只有一个女人默默走到我旁边来。秦阳，杨雪兰做那样的事会有报应的，你别难过了。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些羞涩，见我没说话，便要拉住我的袖子。刘家平时没见你还有这么贱的一面呢，勾搭我前男友你也好意思？看不惯我工作能力比你优秀，招人喜欢，就在背地里搞些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秦阳就是瞎也看不上你啊，你也不照镜子看自己什么样？杨雪兰踩着高跟鞋，自顾自给自己倒水，嘴里一句话比一句话难听。杨雪兰，你当三都被抓奸在床了？你好看，可你脏啊！面前的女人也不甘示弱地对了回去。杨雪兰立马把杯子拍在桌子上，走过去就要扯她头发。我后退了2步，并没有管他们2个人的恩怨。下午助理就跟我汇报了这件事，扣了2人的工资。我没在意，直到助理发来了一条语音，里面是杨雪兰的声音。她居然刚被抓奸还不收敛，连新上司都要勾引是吧？我收了手机，大步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没敲门，直接推了进去。就见杨雪兰坐在桌子上，自己撩开了裙子，那一副贱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300块一晚呢。见有人进来，杨雪兰吓得赶紧站了起来，看见是我后，又羞又恼怒。杨雪兰，这是公司，不是你推销自己的地方，也不看看自己值几个钱，秦总能看得上你吗？被我 Q 到，助理慌乱地咳嗽了几声。他擦着冷汗，在椅子上是如坐针毡。秦阳，秦总都没说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而且我刚刚问了，你跟秦总并不是那层关系，他也不喜欢男人。杨雪兰得意地笑着，
随后用手摸了下我助理的手，才慢悠悠地离开办公室。门关上那一刻，助理立马就起身走到我面前道歉：“老板，你可算来了。”我看他进来就感觉他没安好心，就把他说的话录给你了。你来得快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也绝对不喜欢那个女人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贬低老板您的审美。我打断了助理的拍马屁，让他把杨雪兰的职务降了，从一个组长变成小组员，跟刚来公司的实习生没啥区别。被如此调职，杨雪兰气得要去找个说法，而最后她还是来找我了。秦阳，你真大的本事，秦总凭什么听你的？我问了，他说你背后的人他不能得罪，你傍上富婆了，不会是总公司的曲总吧？人家年纪都能当你妈了，你也不嫌膈应，好意思说我推销自己，自己又干净到哪里去？老女人都玩得花，你不会有什么病吧？杨雪兰嫌弃地看着我，我气笑了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你玩的倒是挺花的，你不会有病吧？秦阳，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我是对不起你，但是你不也背后有人吗？这样，给你5万块，你让秦总把我升职，其他都好说。5万块买一个月薪5万的职务，这买卖是划算。公司不是李伟杰做主吗？你去找他好了。哦对，人家忙着打官司，没空管你。我后知后觉地眨眼。秦阳，杨雪兰气急败坏地看着我，随后哭了起来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她上了我副驾，就开始诉说自己多么不容易。如今下班时间，其他员工都已经走了，而最后离开的只有我助理。他看见车里有人，扭头就走了。临走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好像很着急。秦阳哥哥，你忍心看我过得很惨吗？我跟李伟杰还不是被迫的，他那儿又小又短，哪里有哥哥你厉害呀？我们可以不分手的，我大部分时间都陪你好不好？哥哥忍心不要我吗？杨雪兰说完，就解开上衣要凑过来，美人落泪，又是投怀送抱，任谁都抗拒不了。奈何如今的他，我还真下不去手。我一脚油门把他带到了酒吧，不是想傍大款吗？给你介绍年轻的公子哥。杨雪兰眼睛顿时亮了，她很期待，她怎么敢相信我的？今天来的都是圈子里的少爷，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都听我的。毕竟秦氏集团如今富可敌国了，收到我的叮嘱，他们见到我假装我只是刚认识的朋友。秦阳，你还带了个大美女来呀？来，美女坐我们中间。就是，快来。被有钱人这么捧着，杨雪兰扭扭捏捏就坐过去了。她笑得很开心，任何人跟她敬酒，她都一一喝了。我怎么记得她酒量并不好来着？秦少，不会心疼了吧？对付这样的渣女，兄弟几个可有一套。上周还帮二宝收拾了个坏女人，你等着看我的。兄弟笑呵呵的，随后叫人拿来一沓钞票。一杯酒下，他放了1万。美女，这酒不知道你能不能喝得下。林少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我才愿意喝酒的。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了？杨雪兰捂着滚烫的脸，满眼媚态地看着人家。吵闹的包厢里，我的心却格外冷静，因为太熟悉，所以我知道他在欲拒还迎。一杯洋酒1万块，他1个月工资才多少？行，大家都是朋友，那我们来玩个更有意思的。美女，脱一件衣服10万。你放心，这里没监控，我们也不会拍视频。来，手机都上交了。好友大喊着，然后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。见杨雪兰还是不为所动，就让来陪酒的2个小姐开始脱。来酒吧玩，自然穿的都少，一条裙子加上内衣内裤，怎么也才3件。
就这样，一人30万到手，小姐自然乐意，笑呵呵的拿钱继续喝酒。美女，到你了，出来玩要玩得起啊，玩不起就别在这里碍眼。看来你也不缺钱。杨雪兰纠结地看了眼我，最后咬咬牙，还是解衣服了。所有人都起哄着，肆意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她也脱得一件没留，赚了50万。既然愿意妥协，只会无限地被金钱拉低底线。这一晚，杨雪兰被几个男人轮流搞了，最后还跌跌撞撞地跟着我出去。今晚我赚了300万，分你10万，就当封口费了。洗手间里，杨雪兰刚吐过，她洗了把脸，脸上还有纵欲过后的兴奋感。当着前男友面被几个人轮着搞，你脸都不要了，哈哈哈。那你呢？没钱没用，只能看着我被他们玩弄。你敢阻止吗？你不敢。你没钱没权，只能靠他们带你混。秦阳，你就是个孬种。杨雪兰把那种不甘以及被羞辱的难受全都发泄在我身上。我笑得很无所谓，因为来酒吧那一刻，我就彻底不爱这个女人了。有的只有想报复的心理，有没有可能他们都是我指使的？你不用觉得我装，明天见你就知道了。我灭了手里的烟，大步离开。在他离开是不可能的，而我刚上车，就有个女人钻进了副驾驶。不是杨雪兰，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，也是个千金小姐。她娇气古灵精怪的，跟杨雪兰是两种性格。好久不见呀，秦哥哥，我刚回国，看见群里的消息了，就想来凑热闹。不过好像我来晚了呢，你们玩的也太变态了，哥哥还喜欢他吗？我嗤笑着打趣道，你这小屁孩，别听他们几个在大群里瞎说的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才小，人家回国就是为了你。秦哥哥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。唐婉晴又开始撒娇耍无赖了，可她脱了高跟鞋就跑过来坐在我腿上。我想推开她，她跟个八爪鱼一样粘在我身上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答应我，我就松手。你要弄疼我，我可就哭。我就跟他们告状，让林大哥他们群殴你。车窗外传来敲响，我侧头看去，是杨雪兰，不知道是什么心态。我打开了车窗，杨雪兰笑得讥讽：秦阳，你一边拿富婆的钱，还找小姐呢？你全家才是小姐，敢骂我你还是头一个。唐婉晴冷笑着，她突然想起来什么，然后道：你就是秦哥哥那个前女友吧？忘记跟你说了，包厢里早就装了针孔摄像头，300万就买你名声尽毁。你不会以为自己赚了吧？我一个月零花钱都不止300万，你说说你可不可笑？不过林大哥说了，这都是个人选择。就比如你放着秦氏集团继承人不要，自甘堕落。唐婉晴就是小孩脾气，别人要是惹怒她，她绝对会回击的。所以在2个人打起来之前，我赶紧踩油门把车开走了，顺带一手把人拎到了旁边副驾驶位置上。秦哥哥，我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，你这就心疼了？刚才怎么不见你心疼？唐婉晴小声嘀咕道：我心疼什么？人家要打你，抓花了你的脸，我看你后不后悔吧。他还打人啊？唐婉晴瞪大了眼睛，可怕可怕。但是秦哥哥还是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嘛，人家也很漂亮的。唐婉晴傲娇地笑着，各自不安分地扭来扭去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力。我一脚油门踩停了车子，我可不是柳下惠啊！路边一辆劳斯莱斯细微地颤抖着，而车里唐婉晴的指甲都快陷入我的手里了。第一次，他妈的，你疯了！唐婉晴，你在国外读了3年，你居然还是……呜呜呜呜！哥哥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女人哭泣着。哦不，从这一刻，她才是个真正的女人。从小看着长大的妹妹，
如今成了自己女人，不用想也知道，绝对会被那几个家伙讨伐的。次日去公司，因为有我吩咐，助理又成了助理，新总裁也上任了，而我是去视察工作的。通过两人解释，大家才知道我的真身份，而曾经想要勾引我的那个女人，更想勾引了。厕所里，她卖力地推销自己，我当然不会拒绝她，可想到唐婉晴那丫头，还是把她推开了。秦总，你不满意我吗？至少我比杨雪兰不干净多了。我烦躁地洗了把手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今天来公司还有件事，那就是把李伟杰开了。1个小时前刚下的通知，1个小时后人就来了。得知是总公司来人，他点头哈腰地进了办公室，看见是我坐在老板椅上，而新上任的分公司总裁以及我助理都站在旁边。他傻眼了。秦阳，李经理，不，李伟杰，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谁准你直呼老板名字的？老板？谁家老板？李伟杰蒙圈了。我好意提醒道，你在秦氏分公司吧，但你刚刚被开除了，那我应该是你前东家。好巧不巧，我的秦就是秦氏的秦。李经理之前给我的教诲很深啊，确实，没有钱怎么会有女人愿意跟着我呢？我故作思考地点头，吓得李伟杰直接跪了下去。他颤抖地看着我，秦总，你是董事长的儿子，那个太子爷。对不起，秦总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啊，我真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而且那件女人要跟你分手，这是她心术不正，我顶多是没忍住诱惑。对不起，秦总，对不起。这一天，我都让李伟杰去给我跑腿了。他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工作，一把年纪又当外卖员，又当清洁工。我心情不错的准备开车回去睡觉，谁知道碰到了把车停在我面前的杨雪兰。她坐在宝马上，心情很是不错，对我嘲讽道：瞧你那副穷酸样，还好我离开你离开得早，给你10万你不要，现在可没机会了。还有，我是来辞职的，看见你我就不上去了，你顺便跟人事说一声吧。辛苦一晚上换来的钱，他花的倒是快乐。不远处，李伟杰哈哧哈哧地跑了过来，满脸谄媚地向我陪笑。老板，你让我给你送去保养的那辆保时捷，我已经给您送到家了。李经理，你没事吧？喊他老板。杨雪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，笑得花枝招展。李伟杰看了眼他，就差眼神能杀人了。你都有钱买宝马了，这车要50万吧？他妈的，老子还没甩你，你就跟别人去了。老板，你看他，真不是我胁迫他的，她就是一个水性杨花、见钱眼开的女人，我真是无辜的。李伟杰哭丧着脸解释。李伟杰，你疯了吧？先前要不是看在你有2个臭钱，谁愿意跟你？而且你不会也是想让秦阳给你介绍赚钱门路吧？杨雪兰鄙夷打量的目光在我们俩身上徘徊。李伟杰不懂，我解释了一下，他突然大笑起来，解气地说道：杨雪兰，你真瞎了眼，秦氏集团总裁就是秦阳，前男友还有挽回余地，你如此作践自己，就哭去吧，放着3000万3个亿不要，为了300万，笑死！李伟杰连连摇头，同情地看着杨雪兰，他也急了，秦阳怎么可能是秦氏集团总裁？不可能的，你这是收了他什么好处，陪他演戏？既然他不愿意相信，解释再多也没用。李伟杰，开你是必然，但我不会封杀你，滚吧！听到我的话，李伟杰如释重负，他点头哈腰地边感谢边跑了。杨雪兰目瞪口呆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她若留心调查一番，自然会知道
我有没有在开玩笑，所以我不急，反倒是唐婉晴天天黏着我，压根没时间出门。那几个兄弟知道我们在一起后，说什么都要起哄请客吃饭，吃着吃着又吃到了上次的酒吧里。他们虽然开唐婉晴玩笑，但都是适可而止的，毕竟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家里底子都不浅，甚至合作也不少。秦哥，看你们俩秀恩爱，我可受不了了，我叫几个妹子来一起玩吧。随意，我没在意，但我没想到这人居然把杨雪兰也喊来了。他看见我很是震惊。你也在？离我男朋友远一点，谢谢。唐婉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同样是女人，这句话侮辱性更强。又或许是我们都知道上次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。杨雪兰咬着嘴唇去陪酒，不再跟我们说话。而次日，杨雪兰却哭着各种联系我，我拉黑她的号码，她换了别的变招法打给我，最后我直接关了机，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。以前她拉黑我的事没少干，我想见面费尽心思，她花点钱不就能买到我在哪儿了吗？当然她也这么做了。再次见面是在分公司年会上，我作为总公司代表要上台讲2句，说讲2句我就只讲了2句，剩下留给主持人去发挥。我喝了不少酒，就准备去楼上酒店休息，前脚刚开门，后脚就有个女人钻了进来，熟悉的感觉，我知道是杨雪兰。老公，老公抱我，老公。黑暗里，杨雪兰使出浑身解数，我也无动于衷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老公，她自己慢慢就哭了起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要早点跟我说，我就不会走错路，也不会到现在这一步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忍心？你还说你爱我，你爱我什么呀？我抓住杨雪兰抱着我的手，将她拉开，随后插上房卡。总统套房很大，里面什么都有。我开了瓶水喝了几口，才看向她。杨雪兰，这都是你的选择，要我没那么多钱，你今天还会在这儿？人是不能既要又要的，你太贪了。杨雪兰哭着跪在我面前，抓着我的裤脚，企图博得我那点心软。可我对她半分感情也没有了，真的很现实。当身边那个重要的人被代替后，逐渐就会分离那种不甘的感情。更何况见过最喜欢的人不堪低贱，包括各种羞辱唾骂自己的样子，什么心也都该死了吧。杨雪兰，你不是说让我以后别出现在你面前吗？从此以后你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，你该清楚，毁掉这段感情的一直都是你。我说完，不管杨雪兰如何哭闹，都让保安把她拉了出去。可她进来过的房间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让唐婉晴开车来接我回家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也很猝不及防。我身边的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了。一段感情里，从一方背叛的那刻开始，就彻底结束了。后来杨雪兰还是会死缠烂打，甚至央求以前的好友求情，苦肉计都使了。他越这样，我越觉得曾经的自己多么的不值当。自甘堕落入地狱时，就与魔鬼没有区别了。在我有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会永远忠诚于她。跟唐婉晴在一起的1周年，我求婚了，我们2家联姻，是所有人祝福的。可唐婉晴愿意嫁给我，是因为爱情。我亦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